商业酒会上，老婆挽着年轻助理羞辱我，吃软饭的废物也配上主桌。我笑着签下离婚协议，却不知我手里捏着公司命脉。3个月后，我要他跪在我新公司门口求饶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315商业峰会现场，人头攒动，水晶吊灯把整个宴会厅照得通明。我站在角落里，手里捏着半杯香槟，酒液在杯中轻轻晃动，映出我有些扭曲的脸。周先生，您的座位在这边。一个服务生走过来，礼貌地指引我。我跟着他穿过人群，西装革履的商业精英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，他们举杯交谈，脸上挂着职业性的微笑。服务生带我来到靠近角落的一桌，就是这里。他说完就离开了。我站在那里，看着眼前的座位安排表，食堂工作人员专席，我的名字被潦草地写在最下面，和食堂大妈们排在一起。抬头望去，主桌在宴会厅正中央，林雅已经坐在那里了。她今天穿了一身深蓝色的定制礼服，头发高高盘起，露出修长的脖颈，钻石耳环在灯光下闪闪发亮。她身边是那个年轻男助理，西装笔挺，头发梳得一丝不苟。他正俯身在林雅耳边说着什么，林雅掩嘴轻笑。那笑容我曾经那么熟悉，现在却觉得无比刺眼。喂，你坐不坐啊？一个大妈用胳膊肘捅了捅我，挡着道了。我机械地挪开身子，不好意思。大妈们已经开始大快朵颐，她们对桌上的龙虾和牛排毫不客气。这虾真新鲜，尝尝这个鹅肝，听说老贵了。我站在那里，像个局外人。手中的香槟已经不再冒泡，变得温吞吞的。主桌那边突然爆发出一阵笑声，我抬头看去，林雅正举杯和一位白发老者碰杯，那是恒盛集团的张董事长，公司最近在谈的大客户。助理站在他身后，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下香槟杯，朝主桌走去。哎，你的包！一个大妈在后面喊我，我没回头，心跳得厉害，耳边嗡嗡作响。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，有人认出了我，窃窃私语起来。那不是林总的丈夫吗？怎么坐在后勤桌？听说就是个吃软饭的。我走到主桌前，林雅终于看到了我，她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你怎么来了？她压低声音问。我还没开口，助理已经挡在了我面前。周先生，您的座位在那边。他指了指角落，嘴角挂着轻蔑的笑。我想和我妻子坐一起。我说得很平静。助理嗤笑一声。林总正在谈重要客户，您就别添乱了。他的声音不大不小，刚好能让周围几桌人都听见。我的脸开始发烫。我是公司股东。我盯着林雅说，股东？助理夸张地挑眉，就您那点股份，也好意思说？他转身对周围的人说，各位见笑了，这位就是我们林总的丈夫。公司成立至今，没谈成一单生意，全靠林总一个人撑着。人群中传来几声轻笑，我的拳头攥紧了，指甲陷进掌心的肉里。就是一吃软饭的窝囊废。助理继续说，有什么资格坐在林总旁边？这句话像一记耳光，抽得我眼前发黑。林雅没有制止他，他甚至没有看我一眼，只是低头抿了一口红酒，仿佛这一切与他无关。我忽然想起7年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他捧着我的脸说，志明，我们会一起把公司做大的。那时候他的眼睛亮得像星星，现在那双眼睛里只有冷漠。我松开拳头，朝着助理微微一笑，你说的对，
我的声音很轻，我确实不配坐在这里。然后我转向林雅，老婆，你是不是也觉得我没资格？林雅终于抬起头，她的眼神闪烁了一下。志明，别闹了，今天是重要场合。她的语气像是在哄一个不懂事的孩子。回你的座位去。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身后传来助理的嗤笑声，还有周围人的窃窃私语。真可怜，听说当年公司是他创立的，现在混成这样。我走回角落的座位，大妈们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正在讨论哪家的孙子更聪明。我坐下来，掏出手机，打开相册，翻到最底部的加密文件夹，输入密码，里面只有几张照片，是7年前的股权协议书，还有公司最初的商业计划书，每一页都有我和林雅的签名。那时候我们刚毕业，租了一间20平米的办公室，白天跑业务，晚上睡地板。他负责财务和人事，我负责市场和销售。第1年亏了80万，我们抱在一起哭。第2年终于有了起色，第3年公司估值过亿，然后一切都变了。林雅开始参加各种商业酒会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我则渐渐退居2线。你太老实了，不适合谈判，还是我来吧。他这样对我说。慢慢的，我从创始人变成了林总的丈夫，从决策者变成了旁观者，直到今天被当众羞辱成吃软饭的窝囊废。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一条微信。周总，您要的资料已经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发信人是老陈，我的大学同学，现在是知名律所的合伙人。我回复再等等，然后关掉了手机。宴会厅中央，主持人宣布峰会正式开始。首先是恒盛集团张董事长的演讲。我坐在角落里，看着聚光灯下的商业巨头们。林雅坐在第3排，身姿挺拔，助理在她耳边不停说着什么，她偶尔点头，偶尔皱眉，像个真正的女强人。谁能想到7年前她连见客户都会紧张的手心出汗，是我一遍遍陪她练习演讲，是我教她如何应对刁钻的问题。现在她不需要我了。张董事长的演讲结束了，掌声雷动。接下来是自由交流时间。我看到林雅带着助理走向张董事长，她笑得优雅得体，完全看不出刚才的冷漠。我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西装，朝他们走去。所以我们非常期待与恒盛的合作。林雅正在说话，林总年轻有为啊。张董事长赞赏地说。张董过奖了。林雅谦虚的微笑。主要是团队。张董事长，我打断了他。所有人都转过头来，林雅的表情瞬间凝固。这位是？张董事长好奇地问。我是周志明，雅明科技的创始人之一。我伸出手。张董事长恍然大悟。哦，周总，久仰久仰。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。我一直想见您。您那篇关于智能仓储的文章，我们整个管理层都学习了。林雅和助理的脸色变了。张董事长客气了。我微笑着说，那只是些粗浅的想法。不，张董事长摇头，非常有见地。对了，我们正在寻找智能仓储系统的供应商，不知道雅明科技有没有兴趣？林雅急忙插话。张董，我们当然有兴趣，我可以安排团队。林总，我平静地打断他，这个项目我想亲自负责。助理立刻站出来。周先生，公司现在的业务都是林总在管，您还是什么？我看着他，吃我的软饭。周围突然安静下来，助理的脸涨得通红。林雅拽了拽他的袖子。志明，他勉强笑了笑。我们回去再说。好啊。
我点点头，然后转向张董事长。张董，关于智能仓储系统，我有个想法。接下来的20分钟，我详细讲解了亚明科技的最新技术，以及如何与恒盛的业务结合。张董事长频频点头，不时提出专业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。周围的人越聚越多，有人开始拍照，有人小声讨论，这才是真正的专家。难怪是创始人。林雅站在一旁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僵硬，助理则完全傻了眼。所以这套系统至少能为恒盛节省30%的仓储成本。我最后总结道。张董事长拍手称赞，精彩，周总，我们一定要合作。他掏出名片递给我，明天我让秘书联系您。好的，我接过名片，期待与恒盛的合作。人群渐渐散去，只剩下我和林雅，还有那个不知所措的助理。你满意了？林雅冷冷地问。什么？当众让我难堪？你很得意吧？我摇摇头，我只是在做我该做的事。该做的事？他冷笑。7年来你管过公司吗？现在跳出来装创始人？志明，他的声音带着疲惫。别闹了，回家吧。我看着他，这张我曾经深爱过的脸，现在却如此陌生。林雅，我轻声说，我们离婚吧。峰会结束后，我直接去了老陈的律所。深夜11点，整栋写字楼只有18层，还亮着灯。电梯门打开时，老陈已经等在门口。你终于来了。他递给我一杯威士忌，琥珀色的液体在玻璃杯里晃动。我接过杯子，一饮而尽，酒精灼烧着喉咙。都准备好了？我问。老陈点点头。7年，你忍了7年，就为了今天？我放下酒杯，不是为了明天。老陈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了证书和奖状，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张泛黄的照片，3个年轻人站在大学校门口，勾肩搭背，笑得灿烂。左边是老陈，中间是我，右边是……我移开视线，股权结构已经查清了。老陈打开笔记本电脑，表面上看，林雅持股51%，你只有10%，但实际上，他敲了几下键盘，公司核心技术专利都在你个人名下。按照当初的协议，如果离婚，这些专利自动撤出公司。我点点头。还有呢？财务方面。老陈推了推眼镜，过去3年，公司账目有问题，至少有2000万资金去向不明。我怀疑。不用怀疑，我打断他，我知道钱去哪了。掏出手机，打开一个加密相册，里面只有几张照片。林雅和他的助理在马尔代夫，在巴黎，在东京，住着5星级酒店，带着100万名表。这些够吗？我问。老陈仔细看了看，可以作为证据，但还不够致命。我需要更实质性的东西。我收起手机。会有的。明天开始，亚明科技将不再有我的技术支持，所有专利授权立即终止。老陈倒吸一口冷气，这招太狠了，公司核心业务会瘫痪，就是要这样。我平静地说。另外，联系一下张董事长，告诉他我有个更好的合作方案。离开律所时，已是凌晨2点，街道空无一人，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林雅。37个未接来电，我按下关机键，拦了辆出租车。去哪儿？司机问。四季酒店。我说。登记入住时，前台小姐多看了我2眼。周先生，您是我们的白金会员，可以享受行政酒廊待遇。谢谢。我接过房卡，不用早餐。电梯直达顶层，套房宽敞的有些空旷，落地窗外是整座城市的夜景。
灯火璀璨，像一片星海。曾经，我和林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，夏天没有空调，冬天没有暖气，我们挤在一张单人床上，她靠在我怀里说：“等有钱了，我要住最好的酒店。”现在，我一个人躺在豪华套房里，却觉得无比寒冷。清晨6点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，是公司技术总监王磊。周总，出大事了，所有系统突然停止运行，客户都炸锅了。他的声音充满恐慌。哦，我慢条斯理地问，林总怎么说？林总正在开会，他让我先联系您，说只有您能解决。我笑了，告诉他我在四季酒店1808，想解决问题，亲自来见我。挂断电话，我拨通了另一个号码。李侦探，东西拿到了吗？刚到手。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沉稳，比想象的还精彩。中午前送到您手上。很好。我拉开窗帘，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。上午9点，门铃响了，我打开门，林雅站在门外，眼睛红肿，妆容凌乱。志明，她的声音在发抖。公司要垮了，求求你。我侧身让她进来坐，她跌坐在沙发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所有系统都瘫痪了？很简单，我倒了杯水给她。专利授权到期了，需要我亲自续约。她的手在发抖。你是故意的，你说呢？我在她对面坐下。林雅，7年了，你一直把我当傻子，现在游戏结束了。她突然跪了下来。志明，我错了，都是那个助理挑拨离间，我马上开除他，求求你救救公司。我看着她，这个曾经让我甘愿付出一切的女人，现在像条丧家之犬。晚了，我说，离婚协议老陈会发给你，公司股份我全部收回。至于你，我顿了顿，可以保留你的职位，但不再是决策者。林雅瘫坐在地上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我冷笑。315峰会，食堂大妈桌，记得吗？她的脸瞬间惨白。中午12点，李侦探如约而至，递给我一个牛皮纸袋，都在这里了，视频、照片、开房记录，足够用了。我抽出几张照片，林雅和助理在酒店电梯里拥吻，在停车场亲密，甚至在我们的婚床上。谢谢，我付了尾款，还需要什么随时联系。李侦探离开后，我拨通了张董事长的电话。张董，关于合作的事，我有个提议。下午3点，雅明科技大会议室，所有高管都到齐了。林雅坐在主位，脸色苍白，助理站在她身后，眼神闪烁。我最后一个入场。周总，周总好。高管们纷纷起立，只有助理站着不动。都坐吧。我摆摆手。今天有个重要决定要宣布。投影仪亮起，第1张 PPT， 雅明科技股权重组方案。会议室一片哗然。从今天起，我收回公司全部控制权。林雅女士保留 CEO 头衔，但不再参与决策。林雅低着头，肩膀微微发抖。另外，我看向助理，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助理猛地站起来。凭什么？凭这个。我按下遥控器。下一张 PPT 是他和林雅的亲密照片。会议室瞬间炸开了锅。这不可能！助理面如死灰。伪造的，是吗？我继续播放一段酒店走廊的监控视频，时间显示是上个月。他和林雅搂抱着进入房间，3小时后才出来。还要继续吗？我问。林雅突然站起来。够了！她歇斯底里地喊道。周志明，你到底想怎样？很简单，我关掉投影仪，我要你们身败名裂。第2天，财经头条：雅明科技惊电，
创始人周志明重掌大权 ，CEO 林雅疑似出轨助理，公司现丑闻风暴，社交媒体上那段酒店视频疯传，林雅和助理成了全网笑柄。而更致命的是，张董事长宣布终止与亚明科技的合作，转而投资我的新公司。1周后，助理被拍到在酒吧买醉，然后被一群讨债的人围殴。据说他挪用公款赌博，欠下高利贷。林雅试图挽回局面，但已经太迟了。公司股价暴跌，董事会一致通过决议，撤销他的一切职务。离婚协议生效那天，我回到曾经的婚房，收拾最后一点私人物品。林雅坐在沙发上，像个幽灵。你赢了，她哑着嗓子说。开心吗？我没有回答，只是拿起相框，里面是我们大学毕业照，还记得吗？你说要和我一起打拼，要建立一个商业帝国。她的眼泪掉下来。志明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放下相框。林雅，你知道吗？最可悲的不是背叛，而是……我顿了顿，你背叛了一个真正爱你的人。说完，我转身离开。关门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记重锤，砸碎了所有过往。走出小区时，阳光正好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掏出手机，拨通了张董事长的电话。张董，关于智能仓储那个项目，我有个新想法。3个月后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。我站在68层全景会议室的落地窗前，俯瞰黄浦江蜿蜒如龙。周总，路演5分钟后开始。秘书轻声提醒，我点点头，整理了一下定制西装的袖口。镜面玻璃映出我的倒影，短发利落，眼神锐利，与半年前那个被安排在食堂大妈桌的男人判若两人。会议室大门打开，20多位顶级风投代表陆续入场，他们西装革履，表情严肃，手里拿着我公司的商业计划书。各位请坐。我的声音在宽敞的会议室里回荡，灯光暗下，投影屏亮起，明晨科技，智能仓储革命者，标题简洁有力。接下来的40分钟，我详细讲解了公司核心技术、无人仓储系统、自动化物流算法、人工智能分拣平台，每一项专利都登记在我个人名下，每一项技术都让在座的投资人眼睛发亮。与传统方案相比，我们的系统可将仓储成本降低47%，效率提升300%。我按下遥控器，最后一页 PPT 显示 Pre-A 轮融资，估值100亿人民币。会议室一片寂静，然后掌声雷动。周总，红杉资本的代表第一个站起来，我们愿意领投。等等，高瓴资本的合伙人抢着说，我们可以给出更好的条件。我看着这些金融大鳄争先恐后的样子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半年前，我被当成一个吃软饭的废物，现在我是他们争相讨好的科技新贵。感谢各位厚爱。我抬手示意安静，融资事宜将由我的 CFO 具体对接。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宣布。会议室再次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屏息以待。明晨科技已与恒盛集团达成战略合作，首批10个智能仓库将于下月正式启用。我按下另一个按钮，投影屏切换到实时新闻画面。恒盛集团张董事长正在接受采访。我们选择明晨科技是因为他们拥有行业最顶尖的技术团队。原亚明科技的核心专利实际上都归属周志明先生个人所有。画面切换，财经频道正在分析亚明科技的股价走势，K 线图断崖式下跌，
受核心专利流失影响，亚明科技市值已蒸发70%，多家机构下调评级至卖出。我关掉投影，各位，这就是我的故事。会议室里鸦雀无声，然后更加热烈的掌声爆发。周总，这太精彩了！商业复仇的经典案例。我微笑接受赞美，但心里清楚，这还不是终点，只是开始。路演结束后，我直接去了地下车库，一辆黑色迈巴赫安静地等待着去浦东。我对司机说，车子平稳地驶出车库，穿过繁华的上海街道，半小时后停在一栋略显陈旧的写字楼前。这里曾是亚明科技的第一个办公室，现在是我的秘密基地。电梯直达顶层，老陈和李侦探已经在等我了，资料都在这儿了。李侦探推过来一个厚厚的档案袋，林雅这3个月来的全部动向，包括他和助理的每一次会面，每一笔资金往来。我翻开档案，照片、银行流水、通话记录，甚至监听录音。我挑眉，李侦探耸耸肩，额外服务。我按下录音笔，林雅的声音传出来，带着哭腔，现在怎么办？专利都没了。然后是助理的声音，比平时更加尖锐，都是你那个废物前夫，我早就说过应该把他踢出局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公司要破产了。别急，我还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2000万，我认识几个地下钱庄的人。录音戛然而止，我看向老陈，足够立案了吗？足够了。老陈推了推眼镜，挪用公款、商业贿赂、非法洗钱，每一项都够判几年。很好，我合上档案，再等等，让他们再挣扎一会儿。绝望越深，摔得越痛。1个月后，上海国际智能科技峰会，这是业内最高规格的盛会。我作为明晨科技 CEO 受邀做主题演讲，会场人头攒动，媒体长枪短炮。我在后台整理讲稿时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林雅。她站在角落，试图避开众人的目光。曾经的优雅自信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的是憔悴和不安。身上的套装是过季款式，手中的包也不再是爱马仕。亚明科技的展位小得可怜，门可罗雀，而明晨科技的展区占据了会场最显眼的位置，人流如织。周总，5分钟后上台，工作人员提醒道。我点点头，整理了一下领带。就在这时，林雅看到了我，她的眼神复杂，愤怒、悔恨、嫉妒，还有一丝哀求。我移开视线，大步走向舞台，聚光灯打在我身上，全场安静下来。各位上午好，我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会场。今天我要分享的是，演讲进行得很顺利。40分钟里，我展示了明晨科技的最新成果，台下掌声不断。提问环节，一个记者举手：周总，作为亚明科技的前创始人，您如何看待老东家目前的困境？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等着我的回答。我微微一笑，商业世界很公平，尊重技术，尊重人才，才能走得更远。含糊其辞，却又意味深长。台下响起会意的笑声。演讲结束，我正准备离开，一个身影拦住了我，是那个助理。他看起来糟糕透了，西装皱巴巴的，眼睛布满血丝。周志明，他直呼我的名字。你够狠，把亚明逼到绝路，你满意了？保安立刻上前，我抬手示意他们退下。绝路，我轻声说，这才到哪儿，好戏才刚开始。说完，我绕过他，走向会场另一侧。那里，几位警察正安静地等待着。准备好了吗？
我问为首的警官，他点点头，证据确凿，随时可以行动。再等5分钟。我看了看表，等媒体都到齐。5分钟后，会场突然骚动起来。怎么回事？警察怎么来了？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，警察径直走向雅明科技的展位。林雅正在和一位潜在客户交谈，看到警察，她的脸瞬间惨白。林雅女士，警官亮出证件，你涉嫌挪用公款和商业贿赂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全场哗然，闪光灯瞬间对准了林雅。不，这一定有误会。她的声音发抖，我没有，这是逮捕令。警官面无表情，你有权保持沉默。林雅被带走时，看到了站在不远处的我，她的眼神里充满绝望，仿佛在问为什么。我回以微笑，用口型说了3个字：食堂桌。与此同时，会场另一侧也骚动起来，助理试图从后门溜走，却被2名警察拦住。张先生，你涉嫌非法洗钱和商业欺诈，请配合调查。他挣扎着，放开我，我是冤枉的，都是那个贱人指使的。他的叫骂声渐渐远去，会场一片混乱，记者们疯狂拍照，同行们窃窃私语。我站在聚光灯下，享受这一刻。复仇的滋味比想象中更甜美。3个月后，法院终审判决，林雅因挪用公款和商业贿赂罪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；助理因洗钱和欺诈罪，判处5年。雅明科技正式宣告破产，而我以债权方身份，用白菜价收购了所有剩余资产，包括那栋曾经让我仰望的办公楼。站在楼顶天台，俯瞰上海夜景。老陈递给我一杯香槟，恭喜，复仇计划完美收官。我摇摇头，还不够完美，还差最后一步。第2天，财经头条：明晨科技收购雅明全部资产，周志明完成复仇，从被羞辱到商业帝国，一个科技天才的逆袭。社交媒体上，林雅在法庭上痛哭流涕的照片疯传，助理被押上警车的视频点击量破100万，而我的微博粉丝一夜之间涨了50万。大家都在传颂这个商业复仇的传奇故事，但对我来说，这还不是终点。1周后，明晨科技总部大楼奠基仪式，我邀请了所有行业大佬，还有各大媒体。演讲台上，我西装笔挺，意气风发。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，不仅因为新总部动工，更因为我按下遥控器，大屏幕显示明晨科技正式启动 IPO， 全场掌声雷动。预计估值，下一张 PPT 500亿人民币，闪光灯几乎晃瞎人眼。最后，我要宣布一个私人决定。会场安静下来，所有人都等着听科技新贵的私人八卦。我将捐出个人持股的10%，成立科技人才基金会，专门资助那些我顿了顿有梦想但被轻视的年轻人。掌声经久不息。我知道，此刻某个监狱的电视房里，林雅一定在看直播，而某个拘留所里，助理也一定咬牙切齿，但这已经与我无关了。仪式结束后，我独自站在即将建造总部大楼的空地上，夕阳西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7个月前，我被当众羞辱；7个月后，我站在商业之巅，所有背叛者都付出了代价。手机震动，是一条微信，张董事长发来的。周总，下周的全球科技峰会，您确定作为中国代表出席吗？我回复，当然。然后收起手机，走向等待已久的迈巴赫。车窗映出我的倒影，眼神坚定，嘴角含笑。
复仇已经结束，新的征程才刚刚开始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